男人第一次不穿内裤出门，没想到竟遇到了瓢泼大雨，他只好跑到寺庙里躲雨。一扭头发现这里竟然是财神庙，于是他连忙双手合十，感谢财神爷能让他有躲雨的地方。突然他发现雨水都滴在了财神爷的头上，于是连忙上前用袖子帮财神爷挡雨。而正是他的这一善举，将会给他带来一笔财富。此时点亮红心，评论区留下一句666，财神爷也会保佑大家财源广进，鸿运当头。男人名叫招财，是个典型的无业游民，整天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但他却娶了个美丽贤惠的妻子。这天妻子给了他钱让他去买米，没想到半路上看到有人斗鸡，于是他就用买米的钱压了住，结果却赔得血本无归。招财担心回家会挨妻子骂，于是就在外面游荡。突然天空下起大雨，招财就来到财神庙里躲雨，发现财神爷神像正被雨淋，于是好心的他就帮财神爷挡雨。就这样他举着手就渐渐睡着了。此时财神爷化成一位老人出现，将招财给叫醒，表示雨已经停了，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了。随后又告诉他，你帮助财神爷遮雨心地很好，相信财神爷一定会看到，你也一定会有好报的。招财虽然也想一夜暴富，但他也非常的清醒，像这种财神送财的事都只是传说而已，现实生活里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就算有也不会轮到我的。而老人则笑着告诉他，等你真正遇到后就一定会相信的。随后招财就告别了老人，等他回到家时天已经亮了。妻子走过来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，得知招财竟然把买米的钱输光了，妻子顿时火冒三丈，随后教育起了丈夫，说钱是要靠自己努力赚来的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招财听后连忙跪下承认错误，看着丈夫自责的模样，妻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连忙安慰起了他，说自己一会先去娘家借点钱，让他先去帮忙整理一下菜园。可他刚来到菜园就开始埋怨太阳太大，根本没办法干活，于是就决定先休息一下再开工，然后就跑到大树底下睡懒觉。突然财神爷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财神爷表示，昨夜你帮我挡雨，今天我就给你送财来了。招财听后连忙跪下感谢财神爷，紧接着财神爷就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瓶子，招财见后大为失落，还以为是什么金银首饰呢，原来只是个破瓶子。财神爷让他别小看这个瓶子，让他睁大眼睛瞧仔细。只见财神爷将瓶子往地上一倒，竟然源源不断地倒出了银元。招财见后笑得合不拢嘴，可突然他就被妻子一巴掌给打醒了。原来刚刚的一切都只是在做梦，可招财却觉得这是财神爷给他托的梦，预示着自己马上就会发大财了。妻子看见他这副样子非常的失望，数落他没有志气，整天在做白日梦。招财这时脾气也上来了，不仅对着妻子破口大骂，还要把他赶回娘家去，表示自己以后有了钱，什么样的女人他找不到啊。妻子听后搬起一块石头砸向丈夫，随后气愤地回了娘家。自从财神爷给招财托梦之后，他就整天待在家里，等着财神爷来给他送财。妻子不在身边，也没人给他做饭。吃完家里的最后一根番薯后，他肚子饿了就喝水，最后他就这样被活活的饿死了。黑白无常将他的魂魄带到了地府，招财到死都没等来财神，他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于是就跪在阎王爷的面前哭诉，说自己是被财神爷给害死的，要阎王给他做主。闻听此言的阎王也是立马就喊来了财神爷，而财神爷看到身处地府的招财，也是一脸的纳闷，问他为什么不去挖银元。原来当初他把银元都倒在了招财家的菜园子里，可是招财实在是太懒了，根本没有再去菜园里劳作，最后就这么活活的饿死了。所以说财富不会从天而降，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，不劳而获是没有好下场的。